北戴河的会议刚刚结束，习近平却突然冒险跑去了西藏，表面上是参加庆典，但随着一份随行名单的曝光，立刻就炸开了锅，因为里面不只有蔡奇、王小红，还藏着3个关键的人物，直接把中共最新的权力格局暴露了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份名单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接班人选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月音。北戴河的会议刚刚结束，8月20号，习近平突然现身西藏，出席中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庆典。表面上这是一场例行的活动，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环境，历届党魁多数不会亲自前往，因此习近平的这次亮相本身就不同寻常。据官媒的消息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布达拉宫广场参加大会，会见了藏员干部、政法系统人员、宗教界代表和驻藏的部队。8月27号，他又迅速地返回北京，全程只停留了不到24个小时。而代表团的团长、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则继续留在了西藏，直到8月23号。期间，他走访了西藏大学、村镇和基层机构。这种党魁快闪、团长留下的安排，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。这次随行的名单超过了20人，除了习近平的心腹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与公安部部长王小红之外，还有3个人格外的引人注意。第一位就是胡春华，他是团派的重要人物，曾被外界看作中共20大可能的接班人，但后来明显被边缘化。如今突然随行，被认为与北戴河会议后的政治平衡有关。有分析认为，胡春华很可能正在进入接班试炼阶段，团派要重新登场，接班梯队正在悄悄地形成。这不是个人选择，而是北戴河会议后形成的共识结果。团派的亮相是政治信号，是接班布局的一部分。网友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，有人说胡春华站在习近平身边，这阵仗比电视剧还精彩。还有网友调侃，这就是政治版的宫斗现场，3股力量博弈，一览无余。从这次亮相的细节来看，胡春华并非简单的陪同，而是以高规格身份出现。第二位是张生民，现任中共中央军委、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委主任、党委书记，被视为张幼霞铁三角核心人物之一。他的存在不仅是象征性的陪同，而是军方对习近平行程的直接监管和监控。换句话说，北戴河会议之后，虽然习近平名义上依然是核心，但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到了3股力量的制衡：习派、团派和军方。张生民的随行，一方面保障安全，另一方面确保政治安排不被突破，防止任何私下操作或权力反扑。细看这次西藏行，无论是胡春华的亮相，还是张生民的随行，都透露出北戴河会议后的微妙权力格局。第3位是张国清，现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，属于技术官僚型官员，这次被安排在随行名单里，外界普遍的解读是被纳入潜在接班梯队。张国清被称为黑马，他出场被看作是一种试探性的安排。外媒评论认为，这3个人的同场显示北戴河会议后，中共高层的接班布局正在逐步酝酿。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头衔的问题。按惯例，西藏的周年庆典，中共最高领导人很少亲自出席。2015年由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带队，2005年由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，1995年甚至只是中共副总理吴邦国出席。过去只需要1位代表团团长就能完成，而这一次，习近平虽然亲自出现，但代表团的团长却不是他，而是王沪宁。这导致出现一个极不寻常的画面：党魁站在场上，但名义上的团长却是别人。外界多数认为这是刻意的安排，
透露出习近平的位置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牢固。西藏海拔高，氧气稀薄，对高血压或脑血管患者极其危险。众所周知，习近平曾有中风的传闻。去年7月3中全会之后，传出他中风的消息。8月与越南总书记会面的时候，头部疑似有开颅手术的迹象，多次露面，精神状态也不如以往。官媒视频延迟发布修图，所以习这次真的亲自前往西藏，高风险可想而知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：习近平全程没有发表讲话。按照常规，领导人会简短致辞或挥手示意，但这一次全程沉默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可能是刻意的安排，用来避免在公众面前显露身体颤抖或者是行动不稳。尤其考虑到高原的海拔，习近平年事已高，以及此前中风的传闻，这一举动更像是精心的提防防护。还有一个细节，习近平走下飞机舷梯，中共西藏党委书记王军正递上了哈达。按照藏族的传统，哈达是他人赠送的祝福和尊敬的象征，佩戴者通常不能自己戴，尤其在重大的庆典和宗教的场合，自戴会被视为不吉利或者失礼。然而，视频的画面显示，习近平从王军正手里接过了哈达后，自己将哈达披在了身上。这一小细节在自媒体和网友中引发了大量的讨论。网友评论：你想象一下，高原4000米海拔，习以尊自己给自己戴哈达，这就是政治版自助祝福秀，既要展示自己核心，也要自我证明健康。而另一位网友留言则说，自己戴哈达不吉利吧，这政治仪式感太强了。西藏行也许只是序幕，真正的政治试炼场还在后面。93北京大阅兵和即将召开的中共4中全会将成为检验北戴河会议后权力格局的关键点。首先，外界将密切关注习近平是否能够高调亮相阅兵，继续展示核心的地位。毕竟他上一次西藏行就已显示出行动受制约的迹象。随行人员中有团派代表胡春华和军方代表张生民，政治含义明显。与此同时，团派的接班趋势也将进一步受到检验。胡春华是否会在团派力量的推动下，逐步进入接班梯队，成为未来核心的人物，是舆论热议的焦点。而军方在整个权力过渡中扮演的角色同样关键。张生民此次随行，显示军方对权力平稳过渡有明确的安排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军方不仅是护航，也是在确保政治安排不被突破。北戴河三角制衡格局正在实际运作。换句话说，西藏行只是序章，真正的权力博弈将在93阅兵和4中全会中全面上演。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核心的象征？胡春华是否顺利介入接班梯队？军方又如何保障这平稳的过渡呢？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几周成为自媒体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。网友总结：西藏只是热身，政治秀的高潮还没有开始。所以说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但中南海的权力博弈已经开始。接下来，93阅兵和4中全会就是检验这场博弈的最佳窗口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